飞云就是个方面都很完美的小熊吧，不仅长相绝美，脑子也是1顶1的好用。这天饲养员为了让萌妹活动身体，特地把好吃的笋笋放到了滑梯中间。飞云卡在滑梯边缘，伸长胳膊去够笋，反复尝试几次，却都还有一段距离。原以为这下萌妹终于能玩滑梯了，可她才不认人拿捏，直接把抱枕扔下去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到了笋笋吃，把周围的游客都惊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么聪明呀，对，这么聪明呀，用宝莲把它给打下去了。而第二天，奶妈为达到目的拿走了抱枕，飞云起身扶着滑梯，试图够最上面的一根笋，心想一天天的真是一点人事都不干了。紧接着，萌妹爬上木架，打算从上面去取，甚至还思考了下要不要扔最爱的小白象。但好在这次距离近，很轻松就到手了。就是说，飞云这智商高低得上个清华北大。都知道萌妹拳打金虎，脚踢妙音，殊不知打架也是要讲究技巧的。每当被妙音压制时，飞云就翻滚躲避，眼看外甥女越打越上头，隔壁金虎急得嗷嗷喊别打了别打了。只能说，如果胡子是联动第一话痨，那飞云则是乖巧聪明的美女学霸。一次，奶妈把苹果放到了闺女手里，萌妹想吃，却发现爪爪收不回来了。正当奶妈好整以暇想看她如何解决时，飞云却表示小意思，瞧好半天，随后就伸出另一只手把果果塞嘴里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把奶妈都给看呆了。果然，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萌妹。当飞云挖坑准备干一件大事的时候，机智的他还经常探头观察奶爸奶妈的动向，毕竟万一被抓包还得被通报批评呢。而飞云不仅聪明，还是超治愈的熊熊。这天不知萌妹看见了什么，呆萌的望向天空，笑得超级开心，就好像那吃了毒蘑菇的云南人。清澈的眼神中透露着一丝丝愚蠢，只能说飞云这么可爱，拿小拳拳捶一下金虎怎么了？萌妹抱着小白象睡觉时简直美呆了，奶乎乎的小脸，白得要丝的毛发，就是说谁敢信飞云其实已经14岁了。而金虎听说萌妹又在用美貌迷惑众人，又气又急的他也只敢拿飞云的玩具报仇。萌妹察觉小白象上沾满男熊味后气炸了，直接趴在通道内，胡子下班通道等你。深知打不过的金虎可怜巴巴的缩在树上，奶妈则从栅栏边给好蛋儿递各种吃的。只能说胡子在窝囊和受气中选了窝囊的受气，看来惹谁都别惹我们萌妹，不然分分钟拿捏回去。看到司汤圆抱住萌兰暖心安慰，才明白大熊猫的友谊有多感人。都知道萌儿是15届的独生子，并且还天生自带吸熊体质，小熊友们都喜欢拉帮结派揉捏它。有次可能是被别的小熊欺负狠了，萌兰独自趴在墙角里伤心难过。司汤圆察觉后，赶紧跌跌撞撞的走去，抱住萌儿暖心拍背安慰。两小只相依偎的画面简直萌化人心。虽然萌兰自小就被迫和萌萌分开，交由不同的干妈抚养，并总是搬家，但好在身旁始终有好兄弟陪着自己。当萌儿想要练习越狱技能时，庆小会跑来当三哥的垫脚石，并趴在墙角帮对方观察奶妈动向。虽然最终没能找到合适的越狱路线，但看着萌兰累到精疲力竭的趴在地上，庆小当即化身按摩师给她活络筋骨，给萌兰舒服的都快睡着了。后来萌儿不幸患上了骨髓炎，下巴红肿的他经常无精打采的趴在地上，庆小便温柔的帮他舔舐伤口，缓解疼痛。当饱受折磨的萌兰独自躲到树上后，庆大也会默默陪在身边给他梳理毛发。回到内舍后，还暖心的拥抱着萌儿，仿佛在说好兄弟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等到萌兰经过治疗病情好转后，他终于和日思夜想的伙伴见面了。小家伙们齐刷刷聚集在萌兰身边，庆祝萌儿终于摆脱病魔的折磨。当小伙伴出去放风玩耍的时候，奶妈把萌兰关在屋里，让她好好休息。可萌儿却想跟伙伴们出去玩耍，便哼哼唧唧的冲饲养员撒娇求开门。但奶妈担心萌兰的下巴会再次受伤，不顾这小子撒娇卖萌，坚决不肯答应。或许是因为萌儿卖惨的声音太大，小伙伴们闻讯赶来，纷纷出现在窗前，随后果断放弃在外场玩耍的机会，一个接一个的回到房间陪萌兰。果然，任何物种之间都有真挚的友情，而萌兰之所以能收获一众小熊友，绝对离不开她聪明暖心的性格。当年庆大越狱时被卡住动弹不得，萌儿赶紧上前营救，使劲拽他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终于营救出来。而当美奶妈想要抱走庆小时，萌兰和庆大会紧紧拉着不肯让他走，心想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们3兄弟。此外，萌兰的好兄弟还有小雅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抢萌儿手里的竹子吃，即便地上还有很多小雅，也只喜欢3个严选。毕竟他知道萌儿从不会因此跟他翻脸，如此真挚的友情怎能不让姨姨们心软软？只希望所有小熊都能遇到有爱的伙伴，熊生每一天都要健康快乐，开开心心。四喜丸子过生日有多热闹？6月23日是双重喜庆的5岁生日，前一天虫洞奶爸天团就开始布置场地，放上了为龙送的大秋千及定制浴缸。不得不说，金主爸爸真的是用心了。生日当天，院长一早就挂上了横幅，并给四喜丸子准备了豪华生日蛋糕，以及成人酒杯上刻了熊熊的名字。不得不说，这仪式感让两脚兽都羡慕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寿星们闪亮登场，摸了摸新玩具后就被生日蛋糕吸引。紧接着几熊排排坐开始打麻将，画面和谐到根本不像一群成年熊。但虫虫身为组合中的搅屎棍担当，一天天根本闲不住，只想找点乐子。只见他吃完蛋糕后就霸占了新秋千，庆妹也想玩，却被一个大鼻兜直接打懵，随后就连滚带爬的去跟喜姐告状。
说。虫虫则翻着小白眼，一脸傲娇的表情。这天下迟早会变成我蓝虫虫的。而当瞥见哥哥啃完蛋糕趴在桌上休息时，倍感无聊的虫虫猪蠢蠢欲动，又想搞事情。只见虫虫身子一歪就抢占了麻将桌，双总气恼之余给了弟弟一个泰山压顶。可虫虫非但没有见好就收，还一掌甩过去，把措手不及的双双打得一脸懵。俗话说，不在沉默中灭亡，就在沉默中爆发。回过神的双双气势汹汹地朝弟弟走去，毫无防备的虫虫猪当即吓得一激灵。你不要过来啊！随后双双凭借大体格把弟弟挤了下去，虫虫猪无能狂怒，一口咬住对方大脸蛋，那架势恨不能把双总的皮套给扯掉。好在双双看在大喜日子的份上，始终强忍怒火，没跟臭弟弟计较。要是照大宝哥那暴脾气，早就把虫虫猪给揍出狗叫了。只能说虫虫不愧是搅屎棍担当，不是在撩架就是在去撩架的路上。其实虫虫猪的名场面还有很多，小家伙不仅凭借考拉预兆火遍全网，玩起秋千来也是一把好手。只见双总和喜庆姐妹正在喝盆盆奶，虫虫猪突然荡着轮胎秋千闯入镜头，小家伙满脸笑意，别提有多悠哉了。就是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岁月静好，不得不感叹时间过得真快。从小用一个姿势喝奶的4小只，如今已经5岁步入了成年，不知未来还能在一起多长时间呢？但只要每只小熊都能健康快乐，相信姨姨们也都放心了。第一次在一只熊脸上看到了双下巴，现在爱宝的双胞胎女儿已经满月了，艾女士也顺利出了月子，肉眼可见艾女士圆润了好多。尤其是和以前的照片一对比，差别明显，她的双下巴依稀可见，并且爱宝也比刚生产完也爱动了不少。以前她吃饭都是由江宝和宋宝来喂，就连喝水都是对方端到自己面前才喝。有次爱宝放了一个巨臭无比的屁，不堪忍受的江爸只好先出去透口气，即便美味的食物就摆在面前，爱宝还是一直眼巴巴等对方回来。心想没有江爸喂饭我就不吃。不得不说爱宝是懂坐月子的，现在的艾女士完全可以自己进食了，但江爷爷还是一如既往待在她身边。这时爱宝就会放心把宝宝交给对方照顾，然后自己2只手拿着竹子大口大口吃。只见江爷爷用他那温暖的手掌整个牢牢地拖住小宝宝，能看出爱宝真的是很信任最好的江爸。最后他把手轻轻搭在对方手上，一起照顾仔仔。以前爱宝就连去洗手间都会不放心地叼着宝宝，现在小家伙已经满月了，长出了很多小绒毛，可以自己调节体温，艾女士就会放心地把宝宝放在一边，然后安心地去上厕所。如果江爸在一旁的話，爱宝解决完还会在隔壁房间喝点水，然后再慢悠悠回来照顾宝宝。할아버지 오자마자 할아버지한테 애기 좀 봐주세요 하고 화장실 갔어. 쉬도 많이 했네 엄마가. 자 저기 쉬고 이제 엄마 쉬라고 엄마 쉬러 가셨어요. 엄마 오신다. 엄마 할아버지랑 잘 기다리고 있었어요. 할아버지랑 잘 기다리고 있었어요. 江爷爷说到爱宝现在食欲大增，于是又给他准备了窝窝头小苹果，还有鲜嫩的竹笋块，担心闺女营养不够，江爷爷还专门把营养剂掺在里面，也难怪艾女士吃的双下巴嘟出来了。现在2个宝宝身上已经完全褪去了粉色，福小妹的体重已经有1200克了，姐姐福大妹则是比妹妹轻一点，体重1100克，姐妹俩比刚出生时的体重重了近10倍，都超过了同时期的幼崽。而为了方便给2个宝宝排便，江爷爷还专门搭了一个宝座。这天福小妹排完便后，调皮的江爷爷还给她摆出做宝座的姿势，能看出爱宝和双胞胎女儿都被照顾得很好，只希望2个小家伙能快快长大。吃竹子要一熊一口，随时随地都要贴贴。梁月和于贝天下第一好，原来大熊猫成年后也可以在一起生活，月月和贝贝就是最好的例子。2小指如今6岁多了还住在一起，按辈分的话梁月应该是于贝的姑姑，但2熊之间的感情更像是好姐妹。有时梁月会拿着竹子跟于贝你一口我一口，并且一只吃的时候另一只就乖乖等着。月月会担心贝贝咬不动竹子，拿过竹子就咔嚓一口把老的咬掉，然后再把中间的咬断自己吃，最嫩的则是留给好姐妹贝贝。于贝每次也都乖乖等着对方给自己，拿到手后心满意足的大快朵颐。这天2姐妹正在坐在一起吃早饭，由于贝贝拿的那根竹子太长，直接给了梁月一个大耳刮子。有点后怕的她看到于贝又想拿起竹子，吓得赶紧伸手按住了。虽然梁月表面上还在平静吃着竹子，但能看出她后面吃的每一口都很愤怒。有时梁月也会撒娇躺在于贝身上，整只熊粘着对方怎么贴贴都不够。本以为是姐妹情深的戏码，谁料梁月竟是看上对方手里的竹子。只见贝贝满脸写着无语，赶紧扯下一小点后，剩下的全给了梁月。恐怕此时于贝的心里一定在想，要抢就抢，撒娇算怎么回事啊？网友则是表示，根据多次观察，一般梁月摆出这死出，大概率是看上贝贝手里的竹子。这做姑姑的怎么一点长辈的样子都没有？不过姐妹俩也会有扯头发的时候。最近梁月和于贝的院子里添置了新玩具，梁月一屁股坐里面示意贝贝推自己，没曾想也想完的于贝竟对姑姑大打出手，能看出梁月的战斗力明显不如小贝。
几个回合下来，他就直接败下阵来。到最后贝贝还没碰他，梁月就跟喝醉了似的自己摔倒了。真心建议馆长赶紧把这个摇摇椅搬出去，不然容易影响姐妹俩的感情。这天梁月和于贝贴在一起吃竹子，上一秒还很和谐，没曾想下一秒梁月直接咬了贝贝一口，然后还抢走了他手里的竹子。只见于贝一脸懵的愣在原地，回过神后立马生气的挪了个位置，心想我再也不要跟你贴了，并且小手还拿着竹子刻意一甩一甩的，像极了和好姐妹吵架生闷气的小女孩。不过更多时候两熊的感情还是超级好。当贝贝独自在一旁吃竹子时，梁月看到后径直走过去，本以为他是要抢对方的竹子吃，但月月只是咬了一小口就给了贝贝。果然天下第一好竹子就要一熊一半，金虎到底能有多话痨？虎虎，你看你竹子都扎哪了，给袋儿扎坏了。哎，你给我来就好。我有用，可以看。主打的就是一个虽然没有用但必须要有。想当初金虎凭借话痨的属性，还登上过央视新闻爆火了一把。水白今天，白，好吃吗？大家好玩吗？好玩，多吃点咱们啊，下午接着调皮，好不好？有次奶妈偷偷把小鸡放在了门框上，聪明的大胡子闻着味就猜到了在哪，可拿不到的他就开始生闷气。金虎，说好的好朋友在哪儿呢？奶妈见状赶紧给他拿下来。金虎看到后满心欢喜，把人家领到家里。金虎啊，你的好朋友，你和他好好玩，好不好？你把他领进去吧，你把他领进去啊！来，把你的好朋友领进去吧。并且大胡子还会给奶妈比心，这可爱的小模样萌化了一大批猫粉。来比心，来，果断比心，果断比心，来。当奶妈想让金虎夸夸自己的发型时，大胡子的回答实在是太好笑了。说我好看，说我的新发型好看。我砸你好，你这个熊孩啊！咱就是说这毛皮外套下面真的不是藏了个人吗？就冲金虎这直男回答，难怪讨不到老婆。虽然大胡子总是给人一种受害熊的感觉，但其实这小子却蔫坏得很。打不过飞云的他就去咬人家玩具报仇，被奶妈抓包后，金虎也丝毫没意识到错误。你今天给飞云的玩具弄坏了是不是？你是特意的吗？哎呦，你是特意的。你下次再不许给人家的玩具弄坏了啊！咱赔不起啊！不服气，金虎说我还有赔不起，我是什么身份？我的实力摆在这儿了。众所周知，大胡子最喜欢的就是妙音啊，大虎就是喜欢妙音哈，但是不行啊，你是当舅舅的。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向对方献殷勤。网友表示，从金虎的这个话痨程度，就能看出这小子绝对是个恋爱脑。不过可惜他都13岁了，还在打光棍。只因这小子虽然会说甜言蜜语，但在好吃的面前就变得六亲不认。这天大胡子非要抢妙音的竹子吃，被奶妈教训后，他还满脸的不服。金虎啊，你今天是不是从妙音家抢吃的了？你是把妙音竹子抢过来吗？你不抢吃的算什么？我这小树字，小树都是小字儿，你这就抢妙音吃的了？妙音的饭就好吃呗，别人家的饭就是香呗。好，明天让妙音抢你的，行不行？行吗？这天奶妈给大胡子说要去北京看蒙兰，金虎还贴心给三太子选了个礼物。金虎啊，我要去北京啦，我要去看默默儿，咱们要不要给默默儿带个礼物？带呀，那你说带个什么礼物给他好呀？默默儿会喜欢图图吗？那喜欢绳结吗？就给他带个绳结好不好？给他送个礼物，好宝宝啊！好。不过总感觉大胡子有点不情不愿，如果可以相信，他更愿意把飞云送给萌儿。